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书文。好，欢迎大家来到礼拜一的人生话题单元。哇，灿叔，我觉得这个系列获得大家广大的回响，大家都蛮喜欢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喜欢人生话题？因为我们都是人呢，我们都在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里头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讲述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我们的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每天也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说讲人生吧，更多是讲人生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烦恼。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和茶叔聊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期待，对不对？我们对很多东西会有期待，比如说对伴侣的期待，对父母的期待，对孩子的期待，对自己的期待，对学业上的期待，对工作上的期待等等。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期待过高，然后一旦没有达到你的期待，你这个失落感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所以茶叔，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有期待，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有期待表示你想进步，然后你希望看到一个成果，所以我们人都会有期待，是因为我们人生而为人，就是希望慢慢的进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 ，OK。那所以我觉得适度的期待，我们中文常常说中庸之道了。对对对，这个放在期待上也很好。适度的期待是好的，是促进你进步的动力。但是我觉得过度的期待，或者是期待不必要的东西，或者不切实际的期待，对，那就徒增烦恼了。对，那像理查老师常常看到美女就会想去追求她，就期待她会给我电话号码，或者是喜欢跟我在一起。你这个叫痴心妄想，不是期待，这是癞蛤蟆想吃定而漏。对，但是这个就是不切实际，就像刚刚灿叔说的，就是这个目标的追求对你来说可能太难，对，或者是其实你是达不到的，或者你可能要费太多不必要的力气才能达到的。那我觉得而且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的我是觉得美女，那首先就是外表漂亮，但是你真的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之后，你可能要只是喜欢她的外表，你会发现两个人心里没有任何契合的地方。你甚至这个失落感会更强，对，而且这个外表总是会看腻了，对，所以当你已经看腻了，你不再喜欢他的外表了，接下来你会去看待他的内在内心，或者是跟你的个性契不契合，发现不契合，哇，这个期待就变失落了，然后你就会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期待讲到最后就是要适度。而且呢，是必须符合你人生成长的阶段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期待，刚刚灿叔也有提到，就是说有的期待是你有时候追求的时候，发现最后的结果并不如自己所想的这么好。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咱们的电子书呀。哎呀，这个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啊，顺便推广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想看电子书的话，欢迎到大书小书屋购买。对，灿叔，我最近就是对我们的电子书啊，就是一开始期望很高。对，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电子书已经做到现在是第3个月了啊，这么久了吗？我都不知道，真的第3个月了然后前2个月真的是很多同学非常支持我们，那个销量很好。然后我跟灿叔每天都埋头苦写，然后呢，然后想尽各种方法，让大家在阅读上能够学习到更多，对不对？更便利，然后中文水平提升更多。哇，真的，我们每天都很努力工作，销量前2个月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这个期望值啊就设定的很高，被拉高了。结果这个月哇，那个销量断崖式的下跌，对，嚓，我的心仿佛跌入断崖，然后就觉得哇，怎么销量变得很差了？然后我的期望就感觉落空了。对，所以当你有一个过高的期望值，但是突然没有达到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会有很大的失落感。对，然后这个又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人生很多时候
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状况发生，并不是你的错，有时候它是个自然的趋势。所以有时候我也建议各位同学，当你有个期望了，你努力了，但是没有达到目标，当然我们要检讨原因是什么。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用平常心看待，对，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有起起伏伏，有喜怒哀乐，然后有好有坏，本来人生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我是觉得说，当你的期望落空了，就像我们的电子书一样，这个月的销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用平常心去看待人生。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心态的问题吧，对，很多时候也是调整这个做事方法的问题。我们就接着这个电子书这个东西，现在不是为了推广，我只是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就是挺有感触的。今天早上我和茶叔在录视频之前还聊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可能做事情做着做着，你可能方向会搞混了，就是你到底初衷是什么东西，你一开始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当然首先是因为就是真正往内心走啊，表面当然是我们当然想赚钱，那是无可厚非的，谁都想赚钱嘛，想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但真正内心的需求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两个，我和茶叔最早的时候就发现，诶，目光交错了一下，发现，诶，我们两个竟然都喜欢写东西。茶叔以前给我看过他写过的东西，我也给他看过我写的东西。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最早对文字都有一种敏感性，而且对故事的很喜欢，所以刚好有这么一个形式，它类似于我们自己出版了自己写的书，对，而且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文学习的材料给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们的，所以我们很开心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平台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慢慢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我们要把这个版式调整一下呀，加上音频啊视频啊等等，这个东西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多，到后面其实说实话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反倒让我们就是有时候热情会慢慢的反倒消淡了一些。就是我们两个今天早上聊的时候说，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呀？我们真正喜欢就是创造性的东西。我们假如把太多时间放在这种文书编辑等等上面，其实说实话就是很没有意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和茶叔总结了一下，就是应该我们还是回归我们的本心，把我们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我们的创造上面，给大家讲更多的故事，我们心里故事，我们想讲的这些故事，各种类型的我们想写出来的这些故事。所以我们后面推出的这个书主要以我们两个人的经历而言，其实现在主要会推电子书。电子书的形式呢，就是中英对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在更短时间出更多的书，让大家有更多选择，同时我们可以解放自己这个不必要的那么多时间，真的把更多时间放在怎么把我们的故事讲好上面。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灿叔说的就是我们之前真的有的学生说，哎，加上这个更好，加上那个更好，我们就觉得好像应该让我们产品变得更好。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真的为了这些文书工作，哇，每天晚上真的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排版，在找那个词汇，在做翻译。哇，我后来今天早上就跟灿叔说，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是的，我们爱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爱写作呀。是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回归到我们喜欢的东西上面？然后呢，我们真正去把我们心里喜欢的东西写出来，幻想，然后童年时候的经历把它写出来，这才是我们爱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跟灿叔就说，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本心跟初衷吧，不管大家喜不喜欢，但是这是我们内心的孩子告诉我们，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在这儿。是的，我们应该展现出我们的本心跟初衷。所以不管同学们喜不喜欢，我觉得我们就照我们爱的喜欢的去做。是的，我们做自己。对，现在其实就是我觉得做视频做久了也是这种状态，有时候会有点这个灵感，会觉得有点小枯竭的感觉。对，这个时候也是继续往内心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现在其实我在大叔会员频道推出一个疯狂故事啊对，其实就是我是一个有时候脑子里你给我一个概念，我就可以纯粹给你发挥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这个星期推出一个这个类似于有点小恐怖啊小悬疑这个状态的，就是迷失在雾中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其实做这些东西就是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就是我真正本来这么一个样子。
那我就做自己，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才是大家喜欢的。假如我一开始想追求一直是比如说哪个流量更高我做哪一个，但可能那个东西那个话题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了解，那么何必呢？做出来其实东西也不伦不类的，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话题，这个期待了啊，就是我们会有期望。其实我们大叔们在做频道的时候，其实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心里是期望有更高的流量，更多的学生喜欢我们。对，然后我们当然也会去随波逐流，跟着这个大流走。大流希望我们做这种大家都喜欢那种短期的可以爆红的视频，我们也曾经尝试过。但是有时候那个期望值一出现，你会发现最后我们回归本心，我发现这不是我耶，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中文教学耶。是，我觉得我们就大叔们就是喜欢聊聊天，然后呢讲一些人生自己遇到的经历，这是我们喜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期望可能跟自己的本心是相违背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契合。所以我是觉得期望这种东西有时候到了最后，或许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就照自己的心走吧，不管我能不能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我真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点就是其实都是关于自己的，因为我们还顺便再提一下，就是人际关系中这个状态，对他人期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蜻蜓点水的聊一下。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对他人有期待，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符合他人对你的期待？对，比如说你希望你的，我们总是要求别人，你希望你有这么一个老婆，贤惠善良，对吧？体贴，那你对他而言是不是这么样一个老公呢？你希望你的孩子聪明好学，对吧？勤奋，那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好的爸爸呢？对不对？一样，对你期待你的朋友是对你真诚，对吧？开放，等等啊，我突然想不起词了。但你是不是这样一个朋友呢？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推己及人吧，就是推己及人。对，我觉得讲到期望，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到对别人要有期望，可是别人对你也有期望啊，那你有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所以这个期望值反而就会导致这个争吵的起源。像夫妻之间因为彼此期望不符，所以就会开始吵架。对，我们很少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个期望别人做更多的事情的人，你应该要反思一下自己做到多少。因为人是个互相的动物嘛，你希望做多少，当然对方也会希望你做到多少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到期望，也是希望大家想一想，你平常追求的是什么，然后跟你的初衷符不符合。我觉得初衷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初衷就回到了你的本心，你真正想成为谁，你真正想做什么，什么是你的热爱，你真的最爱的东西，然后而不是被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要求或者是潮流所控制的。所以我觉得期望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你对别人有期望的同时，是不是去思考一下别人对你的期望是什么，你能不能做到这些东西，再来去要求别人。对，好，那我们今我们天再宣传一下我们的东西啊，就是假如大家喜欢看更多视频，通过视频来学习中文的话，又特别喜欢我们三个大叔的话，当然啊，首先可以除了大叔频道之外，可以看茶叔的频道，我的频道。但是还没看够呢，还想看更多有意思的这个视频呢，那么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会员。我们会员的话，每周基本上会更新2到3个视频，你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视频啊。还有，假如有些朋友想用这个手机来看书啊，对，我们大叔小书这些书就是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基本上是中英对照，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很方便阅读啊。好的。对。然后呢，这个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阅读中文，可以买我们的这个小书屋的书之外其实大叔中文的视频会员视频，除了灿叔说的之外我们如果你加入小鲜肉，我们每周还可以跟大叔聊聊天我们有个专门的主题，每周日的7点半北京时间7点半也有一个聊天会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大叔，想跟大叔聊天的，也可以考虑参加小鲜肉。
这个会员。对，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啦。如果你对期望有什么不同的解读，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